这家人真可怜呐，夫妻俩在山路上遇到车祸，丈夫当场死亡。妻子倒是活了下来，就是孩子早产了。宝宝乖，乖。那孩子体弱，感觉很难活下去。妈妈把这个送给你，这是我们家传的长命锁，有了它的庇护，你将能安全地活到24岁。长命锁只能庇护一人，你确定要传给他，放弃自己吗？我本就时日无多，他是我的孩子，我希望他能平安长大。如你所愿。谢谢。好，待会儿记得核查一下702病人的各项指标是否正常，然后把结果送到我办公室。哎，苏北路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主任喊你跟刀呢。好，马上来。702病房的不要忘了啊。哎，放心吧，苏医生。这世间，总有许多物品被人们寄托着各种情感，或为见证，或为祝福，或为期望。他们历经沧桑，见证古今，却不会说话，亦无人倾听他们的故事，无声沉溺在这热闹喧嚣的现代都市里，等待有缘人的相遇。我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欢迎光临，雅舍。喝些热茶吧。谢谢。这是一家古董店。天啊，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刚刚说丢了重要的东西。是的，我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但我没有勇气告白。哎，苏婉洛，你什么时候告白呀？直到有一天。你没带伞吗？我的借你吧。那你呢？哎呀，我灵活又没事儿。啊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原本想还他雨伞的时候就告白，结果我不仅把雨伞弄丢了，今天还看到他。哎，你没带伞吗？借人了，美女救个急。好啊，一起走吧。如此，那有个东西很适合你。我只是个刚上大一的学生，您这里的东西我可买不起。雅舍的东西不讲价格，只讲缘分。如果有缘，送给你也无妨。雅舍，这里每件古董都承载了许多许多的故事。他们不会说话，也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心事。他们停留在这里，所以叫雅舍。啊，很合适的名字。这是香妃链，是一位皇帝为宠妃香姬打造的。他所使用的花丝镶嵌工艺，曾被誉为燕京8绝之一。金丝编织成底，掐填造纹，填攒出形，堆垒为一体，最后镶以了7颗颜色迥异的宝石，每一颗都有美好的寓意，分别代表了永恒、忠贞、希望、幸福、爱情
友谊和光明。好漂亮！收到礼物的香姬一定很开心吧？香姬并没有被贵重的礼物打动，因为她曾是一位异族王的王后，被迫嫁给了皇帝，每日以泪洗面。国破家亡，情愿一死。传说戴上这条手链的人，可以找回自己丢失的东西，而每找到一件东西，其中一颗宝石便会消失。她只想找回自己的牵挂。伴随着蛋白石和青金石的消失，她找回了丈夫的尸骨和故乡。香姬是因故被刺死，终于魂归故里。难怪这上面有2颗宝石的地方空了。他能找到我的伞吗？器物有灵，它会看破人的内心，给你带回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好，我愿意试试。这么贵重的手链，真的要送给我吗？不过有一点，请客人记住：通过手链实现的愿望，不能后悔，否则，你找回的东西就会再次失去。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好吵！宝石消失了，手链，是你帮我把伞找回来了吗？爸爸，你有看到同学借我的那把伞吗？没有啊，家里的你拿一把还他吧。为什么那把伞没有回来？宝石明明消失了呀！可乐，可乐，我是你的家人啊！婉婉，咱们家不能养狗。让我试试吧，我保证能照顾好它。可乐不见他肯定是回自己的家了啊！可乐，真的是你！爸妈，可乐回来了。有魔力的手链，真的假的？嘘，我觉得这手链真的有魔力。我昨天戴上的时候还有5颗宝石，现在你看只剩4颗了。宝石刚刚消失，走丢2年的可乐就出现了。这是你许的愿望。其实，总之，我觉得这手链确实能帮我找回重要的东西。婉洛，你的宝石只剩3颗了。喂，是苏婉洛同学吧？这边是育才高中事务认领中心。有几个同学在杂物间找到一个书包，里面写着你的名字。这是我几年前弄丢的书包，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了。耶！啊，我撞歪了，重新来啊！来，我们要做永远的好朋友哟！没想到这个录像机还在。我心中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当然还有你们。这就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啦！婉洛，没想到你还有录像机呢。我家刚买的。快来，快来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！耶！耶！没想到，手链居然还能帮我找回这个。当年弄丢了，我还伤心了好久呢。今天我们毕业啦！啊，婉洛也太隆重了，怎么还带蛋糕啊？不过今天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。是啊，我好感动，没想到大家会记得我的生日，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生日快乐，婉婉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婉洛，
了，许个愿吧。大家今后去到不同城市的学校，可能就很难再见了。我一定会想你们的。反正我的联系方式一定不会变，我们会是永远的好朋友。对不起，我去下洗手间。我希望能永远和大家做朋友。喂，今天是苏婉洛的生日，你们居然不告诉我？我们俩也不知道呀，刚才差点穿帮。他那么傻，应该没发现吧？喂，我还没问你，今天把他带过来干什么？我看他太可怜了，而且这不是看他还有 DV 机吗？哎，怎么办？嘘。不会的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不会的。晚晚，常联系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请稍后再拨。为什么？哎呦，苏妈妈，你们家物管处得交一下啊！婉婉，婉婉，把钱包给妈妈拿一下。哦，好。可乐，怎么回事？你家有狗啊？哎呀，我们小区是不可以养宠物的。我不是2年前就跟你们说过。可乐，快回来！可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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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里都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就好了。最好的朋友是假的，心爱的可乐又丢了，找回来又有什么用？哎呦，前面那条街压死了一条狗啊！哦，那小白狗好惨。你这就是流浪狗！你别碰它！你别碰它！不要！可乐不见了。他肯定是回自己的家了。不，你们骗我！肯定是回自己家了。当初就是你们遗弃了他。可乐，我又弄丢了我的可乐，可乐。是你自己根本守不住。我们要做永远的好朋友呀！苏婉洛，苏婉洛可怜了，不然谁要陪他玩啊？抱歉，你的那把被我搞丢了，这是新买的。文洛，这2天你看起来郁郁寡欢的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你有没有过一件东西，明明很重要，却宁愿它丢了？还是忘了刚刚那句话吧。小时候，我看上了一辆很帅的遥控车，花了全部的压岁钱才把它买了下来。我整天带着它玩，那种满足感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那辆车其实很廉价，我花的钱够买3辆更高级的赛车了。朋友们都笑我蠢，这让我很羞耻。于是把那辆车藏了起来，恨不得它再也不要出现。当我再找到它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刚买它时的快乐时光。我雪藏了陪伴我的小汽车，而去迎合耻笑我的人。
我是不是很傻？我也。谢谢你。对了，我曾经答应自己，在还伞的时候要做一件事，给你。也许不让你知道会更好，但是还是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文洛，其实我也在努力靠近你啊。老板，我来还你这条手链。你想要的东西找回来了吗？没有。哦，那为何退还此链？我只是突然明白了，重要的东西还是需要自己去寻找。就算还有可能会失去，如果努力后还失去，那我想他们其实从未真正属于过我，我也不必追悔，不必惋惜。喂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真的不要告诉他真相吗？他自己也说了，不追悔，不惋惜。可是，你不是说他找了好多天吗？小狗好不容易脱离危险，不是要还回去的。今天急急忙忙把我叫来，我又不是兽医。他家里不让养，还给他一样得送人。他挺喜欢你的，要不你养着？好啊，给你取个新名字，叫阿帕契，好不好？只可惜，你想修得圆满，让宝石全部消失干净，恐怕下次要150年之后了。老板，香妃链可以租给我吗？你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唉，为何叹气？昨天值夜班，本来就不开心，结果一转头的功夫，东西还丢了，是很重要的东西。什么？我的夜宵。果然如此。那可是店里最后2屉鲜肉小笼包，我都不舍得吃。等我缓过神来，已经看到保洁阿姨把它丢进厨余垃圾了。香妃链寄托香姬一生所望，如今倒让你换了小笼包。对不起啊，香姬娘娘，我错了。不必自责，若是真正重要的东西，总会在不远的未来再相遇。也对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老板，你丢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吗？曾经有过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正在追回。啊？我想我已经找到了。等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呀？老板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老板，你不好奇我为什么给他取名阿帕契吗？说说。阿帕契可是能够让人不再悲伤的魔力宝石，拥有阿帕契的人会永远幸福快乐。那还真是有缘。香妃链中有一颗黑曜石，名字就叫阿帕契之泪。相传悲伤的少女为战火痛哭，眼泪洒落在地上，变成了颗颗黑曜石。是啊，如果有人拥有了这些黑曜石，便永远不再哭泣。因为阿帕契的少女已经为佩戴者流尽了眼泪。就是这样。不对，等等，什么嘛？原来老板什么都知道了。你若知晓这串香妃链1000年前的故事，也自会明白每颗宝石所蕴含的情感。知道啦，自会明白每颗宝石背后的情感。
为何学我？没什么，就是习惯。老板明明看上去年轻帅气，却总是说出一些我要40岁才可能说出来的话。以你的性情，再过多少个40年，也无法说出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幼稚？你儿时便如此，开朗。说的好像小时候你就认识我一样。不算认识，但也算是见过小时候了。名将靖康，文韬武略，年17而任校尉，弱冠之年升任大将军。跳！他一生打赢胜仗无数，有战神之称，但他不好名利，拒绝高官厚禄，誓死戍边，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剧本大纲通过。先前说好了，咱们盲抽选角，演出服自备，大家都没有异议吧？没有。哇塞，还有自己缝纫衣服啊！那完了，我手工好烂。哎，我演先锋哎。哦，我演副将。我抽到了敌军啊！哎，主角呢？谁抽到了大将军啊？那个，好像是我。没抽到，我也抽到副将，大将军。这面余温铜镜是2000年前的旧物。以前，人们只能通过水中的倒影来梳妆，一直到合金技术出现，铜镜才正式面世。正面磨光，背面浇铸不同寓意的纹样。你手中镜子的背面，便是寓意吉祥如意的鲤鱼。老板，我想找的是关于古代将军的灵感。这确实是某位将军的随身之物，相信我，他能给你一些启发。那就借老板吉言。我需要付您多少租金？10块。您这样做生意会亏本的。要不我再送你2张票，2个月后我们舞台剧公演，你有兴趣可以来看看。却之不恭。我要提醒你一件事。古人相信镜子是一种媒介，声音能够通过它连接时空，所以晚上11点半以后慎言。靖康，一面铜镜能启发我什么呢？这位将军为什么要随身带镜子？也许是他心上人送他的礼物吧。如果我能亲眼见到他就好了。靖康。众将士听令，蛮子后方空虚，无以为继，随我杀入敌营。以我靖康之名立誓，今日定要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靖康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只是一个古董商人，做的也是普通的古董营生。可是我看见的是真的吗？那是靖康哎！老物件有灵，如若他想要与你交流，这也是一种缘分。交流？如果你实在介意，可以选择归还镜子。不行，我还没看清他的服装呢。
等我把演出服做好再归还。那有一件事你要记住，你的所见所闻都是已有定局的往事，试图改写，只会是徒劳。兵贵胜，不贵久，故知兵之将，生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大人，我不碍事，先看其他人。他好酷啊！蛮子行事乖张，我军不可与其硬拼，要以技巧取胜。查了资料才知道，这时候的靖康才17岁。我17岁的时候，可恶！蛮子明面投降，又暗地偷袭，简直不知廉耻。要不是校尉大人神勇，我们差点全军覆没。兵者诡道，战场本就瞬息万变。今天大家都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是，校尉大人。小将军，要好好养伤呀。哎，镜子里的女妖怪，你还准备看到什么时候？糟糕，我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为何不敢露脸？难道你是死状凄惨的女鬼？你能看见我？我早就看见了。阿瑶，这么晚了，该睡觉了。马上就睡了。你叫阿瑶是吧？看着也不像女鬼，为何要一直躲躲藏藏？还是说，你身在仙界，不好与凡人来往？太平年代对常年征战的将军来说，也的确是仙界了吧？可惜当下我军身陷囹圄，不能与你畅谈。不知待风波平息后，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你？当然可以。一言为定。就这样，我拥有了一个2000年前的网友。每天我都会通过余文静跟他聊天，但是我发现我们之间有时间差。小将军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每次都让我等上1个月。可是我每天都在陪你聊天啊。原来是天上一天，地上一月吗？这段时间我重新认识了靖康。蛮人虽然勇猛，但在我面前也不堪一击。是，你是最厉害的战神。他不像史书说的那么稳重，话很多。为什么你总叫我将军？我现在只是个校尉呢。这个不管了，反正你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大将军的。怎么了？你在缝我的衣服？是公演的衣服。公演是什么？我能看吗？他似乎也对我没有什么防备。对，我们到时候就这样。好，你想知道如何鼓舞士气？也罢，那我就跟你说几句吧。出去。等等，我记下来。前些日子陛下传旨夸了我一通，许诺我再立几个战功，便封我为护国大将军。太棒了！我早说你一定会当上大将军。谢谢阿瑶仙女吉言了。虽然相处已经1个多月了，但被她叫仙女，还会感觉难为情。待我拿到大将军符，先传给你看。我把公演录下来给你看。诸军随我镇守边疆数载，吞沙饮血，百战不殆。此番大获全胜，功在3军将士。幸饮此酒，吾等立誓，愿抛头颅，洒热血，戍边守关。怎么了？
是不是我加词加的不对啊？改得太好了，就这么来。哎，哪来的灵感啊？运气好，遇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导师。这样啊，哎，那要不要邀请他来看公演？不是，他不太方便。是啊，我们之间相隔了2000年。阿瑶，圣上召我入京听风，我很快就能兑现承诺了。说不准还会把公主许配给你呢。若是如此，我便禀告陛下，我已心有所属。只是不知道我的心上人何时可以见我。距离公演还有5天，我还挺紧张的。哎呀，不要担心，我们这次剧本多好啊！唉，就是结局太惨，靖康刚当上大将军就遇袭战死了。哎，何以瑶，你这么早就走啊？怎么会这么快？我以为我们之间还会有时间。靖康神勇无匹，驻守边疆7年，立下战功无数。今赐封护国大将军，赏铠甲。10万蛮子领兵来袭，率军反扑，不料误中埋伏，战死沙场。怎么会？哪里都查不到这个埋伏的经过。他还那么年轻，还有没实现的理想和抱负。我如果把未来告诉他，结局会不会？你的所见所闻，都是已有定局的往事，试图改写，只会是徒劳。阿瑶，阿瑶，你在吗？快出来，有好消息告诉你。怎么样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一直心心念念的大将军服，很帅气。啊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的身份吗？哟，突然想告诉我了。其实我是住在镜子里的神明，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看，我之前就说过你会当将军来着。我算到你，明日之战必定败亡。你干嘛突然咒我？不是咒你，是真的。我真的可以预知未来。我给你看，测测结果，不信你看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相信你。你是活在将来的人吧？既然你相信我，那明天蛮人压境，不战便要降，此战避无可避。况且，为国为民战死沙场，是战士的荣誉。原来我真的什么都不能改变。看来下个月我就见不到你了。男子再三犯我边境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三军将士听令，随我杀入敌营！
靖康一生打赢胜仗无数，有战神之称，但他不好名利，拒绝高官厚禄，誓死戍边。哎呦！唉，太可惜了，那一战要是能避开就好。老板，请等一等。余文静她裂开了，对不起，不管多少钱我会赔的。不用，你付的租金正好是它的价钱。谢谢你，完成了这面铜镜的愿望。对了，这块绸布和铜镜是一起的，一并拿去吧。绸布！阿瑶，下辈子一定要相见。汝之心愿，吾已知晓。同学，这是你雕的吗？你是饰演靖康的那位？你看了我们的？当然看了，你们的公演，天知道我等了多久。你回戏剧社团吗？我来帮你办吧。谢谢。你终于出现了！你在缝我的衣服？是公演的衣服。公演是什么？我能看吗？带我拿到大将军府，先传给你看。我把公演录下来给你看。只是不知道我的新上人何时可以见我。同学，不走吗？来了。我说老板怎么突然要我出门看舞台剧？原来你还赞助了一面镜子。不是我赞助，是镜子选择了女孩。你就忽悠我吧。阿巴七，老板去哪儿了？去这么久，外卖都放凉了。啊！哎，这阿巴七，阿巴七。阿巴七，呀，这么大的吗？阿巴七，阿巴，阿巴七，你在里面吗？好香，这是香烛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老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闯进去的，
我给你带好吃的来着，然后阿巴奇他突然就……我并没有生你的气，只是谷物娇贵，你冒冒失失闯进竹室，多少有些影响。抱歉啊，不过那根蜡烛也是古董。嗯，最早蜡烛可是帝王才能享用的珍稀贡品，常见以蜂巢、白蜡虫，还有动物油脂为原料。而我那一支，据说是深海人鱼之膏所制的，可燃烧1000年不灭。1000年？如果它有生命，一定很煎熬吧？或许吧。想听个故事吗？人鱼竹和一个守竹僧的故事。那是在战乱年代。怎么办？这是最后一根蜡烛了。等这支燃尽了，明天该怎么办呢？人生究竟有多长？人生，或许就在几10年之间。嗯，就是你把我叫醒的吗？叫醒？女施主，你是那根香烛？不错，你可以叫我竹。我叫阿元。小和尚，你不怕我吗？这里是伽蓝殿，妖魔鬼怪进不来的。那勇敢的小和尚，能帮我吹灭这支蜡烛吗？啊，我是守竹僧，怎能熄灭佛前的灯火呢？不见了！我刚刚是在做梦吗？若以色见我，以应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。坐下，弟子。我念你一心虔诚，特在此现身，免你终日守竹之苦，命你熄灭此烛。这一定是菩萨给我的考验。就算是您的命令，我也不会吹灭的。还真是个死脑筋。啊，女施主，原来不是做梦啊！都说了，我的名字叫竹。你们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行行好，帮我把蜡烛吹灭吧。只要你把这蜡烛吹灭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你不是蜡烛吗？为什么要我吹灭你？不告诉你。哼，木鱼脑袋。哦，师兄，你守了一夜，快吃些东西吧。师兄，来了。这么多天了，蜡烛居然一点也没有变短。我是人鱼烛，可以长燃万年不灭，只有点燃我的人，才能熄灭我。每天重复这样一模一样的生活，有什么意义啊？能活着，总归是有意义的。而且，有竹的日子也并不会无聊啊。哼，那你也想长生吗？你知道1000年前那位征服天下的霸王黄正吗？
他欲壑难填，妄图以无数人命换取长生，但最终盛年暴毙，子嗣手足相残，一夕亡国。而无辜的人鱼们被炼制成万年竹，伴随他可笑的长生梦，深埋灵气。我这一只，不知为何会流落到此。漫漫千年，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。所以你才……我只想求一个解脱，帮帮我。我是守株桑，让殿内的香火不灭是我的责任。但是，我可以替你想想办法。我去求求住持，再买些蜡烛。然后呢？小和尚买到新蜡烛了吗？战火连绵，人都要饿死了，哪里还顾得上蜡烛？你放心，我会继续想办法的。不要紧，我可以等。反正再长也不过几十年，陪你走完也未尝不可。谢谢。小和尚，人生有多长？或许在饮食之间。就这样，寺里的日子不好过，很多人都参军去了，只有小和尚日复一日守在神像前。人们都说他的虔诚，让佛前的香烛从未燃尽。事情传开，小和尚成了远近闻名的高僧，可小和尚在乎的只有眼前那根烛。后来，这根香烛不属于这里，让它随我走吧。任何条件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施主，铁兰寺的香烛不卖。也罢，要是有一天你改变主意，可以在心里唤我，我自会来取。我又不会熄灭，干嘛几天不睡的守着我呀？你会走吗？就算我走了，你不是还有别的蜡烛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小和尚，小和尚，小和尚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蜡烛被老鼠咬了！主，哎！师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主，等我。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主，你还在的，对吗？是我不好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小和尚，看看，你把我的衣服弄成什么样子了？说，
你要怎么陪我？傻子，他为什么会在意我能否醒过来？小和尚，如果我说我可以实现你任何愿望，你会想要什么？金钱，或是权力？只要你想，我甚至可以让你当这天下的皇帝。你只要如何？只要按我说的做，就能坐拥天下。我不想当皇帝，守着寺庙和厨，这样很好。小和尚，你要是不想当这皇帝，你那在外面偷听的师弟，可就要坐享其成了。若他能用你说的方法终结乱世，也是百姓之福。这话倒也像你，希望他如你所愿，能让这傻子过上太平日子也好。我有些累了，要去睡会儿。你要是想找我，就喊我的名字，我听到一定出来。说好的陪你几十年，我绝不食言。师兄，10年不见，别来无恙啊！朕记得，就是这根蜡烛。师兄，快想办法让他出来，朕要见他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把全寺上下一干人等全部羁押，你一日不应，便杀一人。不要出来！笨蛋，为什么不叫我出来？何必受这皮肉之苦？还要把我的师弟们救出来。嘘，天南寺已经保不住了，师弟们各自逃命吧。我们也该走了。馊水了！馊水了！陛下，不好，那些和尚都跑了！给我追！那支蜡烛必须拿到！是。小和尚跑了，快找！今夜深，心一沉，残月说遇到我，你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遇到我，会吗？放箭！小和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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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和尚。是路漫漫，不悔！小和尚。此心
火攻在那里，快追！是。小和尚，你受伤了。观自在菩萨，须神多日不劳命多时，朝见不运晴空。把我吹灭吧，不然他们迟早会循着火光找到你。小和尚，傻子，快吹灭吧！等他们追上来，你会死的。小和尚，终于要结束了吗？是路漫漫，任凭再多辗转。看来你还是改变主意了，请你照顾好他。小和尚，你凭什么替我做主？小和尚，哎呀！哎呀！人生究竟有多长？就在你我之间。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。是啊，但也足够让主面对漫漫长生了。有一段令人怀念的时光，一个值得回忆的人，也就没那么痛苦了。古董如此，人亦如此。你看我做什么？说好的给我带的外卖，这不知不觉就，那还是外面吃吧。你请。你要去哪家？太贵的我可请不起啊。八宝斋的香酥鸭，很久没吃了。啊，那家，我半个月的工资啊！你要找的人终于出现了，对吗？真好，你还有机会等到想见的人。老板，你说，人生究竟有多长？若是有难忘的记忆，再长也熬得下去。老板，怎么了？人生究竟有多长？老板，醒醒！好了，收拾收拾，准备闭店吧。什么嘛！原来老板也会对听了很久的故事有所感触啊！你不是说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吗？怎么越发念念不忘了？我是觉得，与想要守护的人生死离别，孑然一身的等待，实在是太遗憾了。老板，你一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？猪有等到小和尚吗？能在尘世间等到一场重逢，本就是幸甚至哉之事。怎么还不走？在等什么？等你闭店啊！等你和我一起去吃夜宵。走，今晚我请客。心脏搭桥都很熟了吧？小陆，你第一助手，转体内循环。不好！
做什么？医生，我难受，是你害死了我！又是这个吗？31号患者，请到2号诊室就诊。医生，医生，我不舒服。医生，那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个人不是出院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他的各项数值明明都很正常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查不出来。医生，我还会再来的。老板，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来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差成这样。啊，没什么呀，我就是有点。你怎么了？喂，醒醒！医生，医生！这是哪里？软软的。啊，好舒服啊！啊，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，是阳光的味道。怎么有一股茶叶的香气？而且怎么好像变硬了？我居然睡着了。最近很累吗？就是有点睡不着觉，老做噩梦。多久了？2个周。手拿过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啊？你还会看诊？脉象紊乱，缓而失之，只有定数。啥？你是阴寒入体，气血双亏，可能受了惊，让邪气乘虚而入了。那要怎么办？好好休息就行。就是因为睡不好我才。不过刚才睡得蛮香的，只不过硬邦邦的，头硌着有点疼。夺得千峰翠色来，如冰似玉。这是月瑶所制秘色瓷枕，它还有个名字，叫黄粱。黄粱？是黄粱一梦那个黄粱吗？没错。相传有个书生向道士哀叹生活穷困，道士便取出这玉瓷枕，让书生安睡。在梦中，他高中娶亲，加官进爵，但很快又遭人陷害，荣华富贵转瞬即逝。书生醒来，发现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。这个故事我也听过，我可不想像那个书生一样，在梦里过一辈子。那都不会，只是记住一件事，不要睡回笼觉，不然美梦变噩梦，噩梦将成真。老板，你又吓我。这个玉枕可以使人做好梦，你拿去吧。阿巴西，这几天你是不是也很担心我呀？今天我借来了这个，晚上能睡个好觉了。哎呀，乱七八糟的，这段时间过得真是云里雾里的。
小陆，这次手术你还是不跟吗？我最近状态不好，先调整一下。行吧，给你1个月时间。做医生心理素质可不能太差。上次的事儿只是手术中的一个意外插曲，最后手术也成功了。不要随随便便把不属于你的错误怪到自己头上。我们是医生，不是神。可当时我反应该再快一点。如果因为我而导致什么发生的话，那我……阿巴西，阿巴西，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了。你说我会成为一个好医生吗？你是说我会是吧？阿巴西，你刚刚说话了？我真该休息了，都产生幻觉了。你没有听错吧？不要紧张，年轻的医生哟，不要迷茫，光明的未来在等着你，快去创造奇迹！欧阳名医苏北路先生。苏老师，我有病，请治疗我！什么呀这是？大家别急，别慌，一个一个来，大家不要急，不要伤到苏医生。大家听我说，大家请在我这里挂号。纯哥，医生，您坐这儿。太夸张了吧？医生，您有什么需要吗？在这里，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哦。无论你是想吃小笼包、煎饺，还是麻辣烫，哇，还是想要豪车、豪宅，走上人生巅峰，想要什么，都可以哦。你能不能给我正常一点儿？正常，当然可以。医生，谢谢你的努力，我再也没出现过什么病痛，我已经痊愈了。川哥，别穿粉色，不适合你。大半夜的，你有病啊！喂，喂，喂！阿巴西，早啊！还以为睡了很久呢，居然才6点钟。一身轻松的感觉真好，哎，可以安心吃个早饭，上班喽。道歉！你撞的我，你道歉，我东西都被你撞倒了。那谁让你乱摆的？哎，你这人不讲理呀！哎，小伙子，你来给我评评理。对，小伙子，你讲道理，你一看就讲道理，你来评评理。我东西都被他打烂了，他是不是应该道歉嘛？哟，不是他家，我凭什么道歉？哎，你看看，抱歉，我赶时间。一定要讲清楚，赔钱，不赔。哎呦，下雨了！哎，真讨厌，怎么下这么大呀？怎么办？最近医院心脏手术这么多，人手不够啊。那能不能联系一些其他医院的医生呢？不行，都没有空。小陆，你过来一下，情况紧急，你能跟到吗？师哥，江湖救急啊！本来安排纯哥的，但他被调走了。小陆，能行吗？我感觉今天状态很好。主任，让我试试吧。小陆，还是你第一助手，准备缝合。是。目前都很顺利。转内循环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摆脱。
有破裂，愣着做什么？出气！主任，出血量超过400cc。苏北路，你又在发什么了？苏医生，你又搞砸了。有什么？什么？糟糕，要迟到了！你撞的我，你道歉，我东西都被你撞倒了，那谁让你乱摆的？哎，你这人不讲理呀！哎，小伙子，你来给我评评理。对，小伙子，你讲道理，你一看就讲道理，你来评评理。我东西都被他打烂了，他是不是应该道歉嘛？抱歉，我赶时间。我凭什么道歉？哎，你看看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！我感觉在哪儿见过。下雨了。只是记住一件事，不要睡回笼觉，不然美梦变噩梦，噩梦家成真。苏北路，苏北路，苏北路。主任，小陆，你有在听我说什么吗？患者情况比较危急，他一会儿做心脏搭桥手术，你还是做第一助手。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在梦里都发生过，那会不会也和梦里一样，手术出意外？大家还一无所惧地做着准备。如果我不参加，是不是就能避免？准备缝合，稳定了吗？有效果，很好，随时注意数据。是。知道可能会有意外的只有我。冷静，现在可是绝对的现实。认真回想一下那个时刻，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？如果不能避免意外发生，那换个角度想，我也等于提前预知了未来。停止人工心肺，内循环准备。是，主任，等一下，我想再检查一遍。可以了，停止人工心肺，转内循环。怎么办？还是阻止不了吗？不好，有破裂，不要慌，抽气。主任，出血量超过400cc。冷静，你可以做到的。苏北路，我知道了，在这里。血止住了，干得好，小陆，缝合出血处。是。手术比计划延长2小时，出来天都黑了，还好手术成功了。这瓷枕还给你吧。怎么，还是睡不着吗？不，它很有效果，它制造的美梦非常真实。不过噩梦也太凶险了，我可不想再来第2次。在平坦的大路上，人虽然可以顺利地走过去，但只有在泥泞的大路上，才能留下人的脚印。噩梦虽然会成真，却未必不可改变。是啊，如果不是这次被逼入绝境，我说不定还会被自己想象的恐惧困扰着。我之前有个女患者，她多次来复诊，但一直查不出问题。下次再遇到她，一定帮她做一个更系统的排查。我相信，一定能解决的。你这样想，说明你解开心结了。老板，这次真的谢谢你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苦恼多久。而且，总觉得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有老板相助，就都能解决。你都不知道之前那位患者让我有多大压力。苏医生，我不是故意要吓您的，我每天找您，是因为我。哦，是你？你怎么也来了？什么嘛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医生这么优秀，怎么会没有女朋友？原来，怪不得每天晚上都往这家店跑。以后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医生，再见。
什么意思呀？没头没尾的。他对你有好感，所以才天天找你检查身体，你都没感觉到吗？啊？有这回事儿？我只对他的病历有印象。真可怜。啊？啥意思啊？忘了吃饭了都。吃宵夜吗？我请。小陆你在哪儿？快回医院！刚才步行街路口发生车祸，有2位患者，情况危急。吃不成了，快去吧。抱歉了，走了，下次请你啊。黄良，看来这次也很成功，不光救了一个人的命，还把那家伙给点醒了。今后，他定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。重阳糕、菊花酒、石榴、螃蟹。啊，对，还有小笼包。重阳还有吃小笼包的习俗。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重阳节是因日与月接逢九，故又称为重九。九九归真，一元兆始。自古以来，九九重阳都是很吉祥的日子。我是指，小笼包也是重阳必吃的。这个嘛，老板，你不觉得过节日就是要把想吃的食物、想念的人都聚在一起吗？所以你是趁重阳想吃小笼包了？不对，小笼包什么时候都可以吃，但要看跟谁吃。过节日也是一样的，一个人可以过，但2个人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为什么平日里2个人和节日里2个人不一样？这是仪式感。你没有做过有仪式感的事情吗？仪式感？对啊，每个节日去做不同的布置，但如果都是和同一个人的话，就是很有仪式感的事情。你的意思是，在仪式感下的小笼包会更好吃啊？嘿嘿嘿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，不愧是老板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前些天附近的居民报警，说附近有好大的爆炸声。这派出所过来一看，是几个盗墓贼炸墓坑，还把自己炸伤了。哎，快看，发现这么大的墓葬群，我们有的忙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啊！棺盖放在那边就可以了。啊，这是。有发现，有重大发现！2000年前，工匠发明模铸法，制造青铜剑，以泥制模，雕塑各种图案、铭文，阴干后再经烧制成母模，然后再以母模制泥饭，同样阴干烧制成陶饭，融化合金，将合金浇注入陶饭饭腔里成器，脱饭后经清理。打磨加工后，即为青铜成品。这把剑的铜锡配比，让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，代表了青铜剑铸造工艺的巅峰。这把剑看起来好锋利啊！要是拿着它上战场，一定很威风。想多了，啊，这是一柄君王守护剑，不会用来打仗。守护剑？这把剑一心护主。只有察觉到主人的性命受到威胁，才会狂性大发。老板真像是活在玄幻小说里的人啊！圈纵展示厅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怎样使破碎的圆形铜镜破镜重圆？产品很多嘛，关键要在圆上做文章。不过，以这个照片上的总感觉这里的古董有点眼熟。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？老板，哎，人呢？老板没跟过来啊。老板，你怎么还在这儿看大王剑啊？尊敬的游客，因设备维修，世博今日提前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开放时间另行通知。已预约参观的门票要闭馆了，将自动取消。那我们走吧。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
哎，老板，你今天怎么突然穿了外套？还用了什么香水？怪好闻的。闭馆之后再通知馆内工作人员。哎，老板，等等我，和我说说呗，什么牌子的香水啊？哎。 这难道是？欢迎光临雅舍。啊！哦，贵客是想要什么古董吗？年轻人，你是这里的老板？嗯。不介意的话，坐下喝一杯。为什么要给古董店取名雅舍呀？古物不能说话，他们都承载了千百年的故事，无人倾听，因此取名雅舍。啊！这句话我在很久以前听一位对古董颇有研究的前辈说过，他叫罗生，不知道他是你什么人啊？是家父。难怪。哎，冒昧问一句，令尊现在在哪儿啊？他行踪不定，上次联系还是在埃及。能不能尽快联系到他？我有急事要找他。您不妨先说说，是什么急事？也好，这事儿啊，还得从40年前说起。当时我们挖出了一把大王剑，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，但随着这把剑的出现，却发生了一系列诡异事件。哎，先前有盗墓贼炸坑的时候伤到自己，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血流到棺木里染上的？如果不是令尊罗生，后果一定不堪设想。当时每到夜晚，工地附近总会出现奇怪的声响，有人差点跳河自尽，却声称发现文物；有人拿刀要弄伤自己，却说自己拿的是水瓶；不少人递上辞呈，却无法离开工地范围。当年我也遇到了不寻常的事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正常巡逻，是在哪？喂，别跑！当我发现异常追过去的时候，我看到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是令尊救了我一命。罗生前辈，嘘。后来啊，现场也不再出现怪事。要不是我右腿由此落下残疾，我还以为那天晚上只是一场梦。你和令尊长得真的好像啊！他是我们考古队的顾问。原来罗生前辈是做古董营生，怪不得对古代这么了解。不知道前辈的店叫什么名字？雅舍。这个名字倒是很别致，是有什么含义吗？古物不能说话，他们承载了千百年的故事，无人倾听，因此取名叫雅舍。罗生前辈真是个爱惜古董之人。前辈，文物报刊载了我们这次发现的文物。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鉴定，青铜剑就是2000年前的大王剑。这把剑的现世，着实补充了我们在青铜剑方面的空白，现在可谓是举国欢腾。先别高兴太早，剑气属凶，是危险的物件，必须用特殊的方式保管，而且千万不能见血。我辜负了前辈的信任，让大王剑再次遭遇了意外。昨天晚上，大王剑外出巡展回来，工作人员放回去的时候，差点把大王剑摔到地上。我虽然接住了剑，但是也被割伤，让大王剑染上了血。
我很担心，不知道这一次是否会跟40年前一样发生什么事故。不必担心，这件事不难解决。令尊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？今晚入夜之后，你让人不要靠近大王剑斩厅。哦，我已经提前通知过了。那好，你也安心回去，等明天再去查看就行。哦，你是说我？我来解决。哎，那一切都仰仗你了。哎，那不是世博的馆长吗？他来找你收古董啊？老李，今天晚上不用巡视大王剑斩厅，早点回家去吧。设备还没修好啊？是啊，不过今晚过后，也许就好了。哎，好嘞，馆长您早点休息。若不是你如此珍贵，我也想天天与你相处。这是哪里传来的声音？这怎么回事？奇怪，地上怎么是湿的？血！什么声音？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40年前，考古现场就是因为大王剑的现世而发生了一连串诡异事件。我也是因为大王剑的引导，差点就……我怎么拿着大王剑？原来当年大家是受了大王剑的引诱，才发生那些事的。难道我注定要死在大王剑下？不是让你安心等着吗？怎么还是这么不听人劝呢？罗生，前辈，是你吗？
年不见，你认不得我了吗，树老？看来你已经认出我了。现在还未到归巢的时刻，你先回到剑中，有朝一日，我必来撞你。乐生前辈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明日醒来后，你会忘记一切。馆长，您醒了。保安大叔说，大王剑展厅的设备已经修好了，今天已经正常展出了。大王剑，哎，馆长，馆长，您的拐杖。馆长，您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啊？昨天晚上怎么了吗？没什么，总感觉我好像忘记了什么。卖核桃的明明说这是纸皮核桃，很好剥的。你要吃核桃，就要先敲碎它的外壳，再耐心挑出里面的果仁。这2个步骤，哪有一次便可以成功的？可是你看，这颗就可以轻松剥开，但这颗怎么就不行？好了，我费了这么大劲都不开，你一个眼神就这么水灵灵的开了？那之前说的2个步骤，你倒是说说有哪一步你是符合的？我说的是针对手剥核桃，而我没用手，自然用不了2个步骤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几分道理。那你这么厉害，不如这袋子核桃你都帮我开了吧？今天只能帮你开这几颗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吃核桃的乐趣不在吃，在于你自己亲手剥出来的果仁自己吃才是最香的。这是什么道理？那你吃的核桃果仁岂不是都不香？不会。这又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吃。那你又为什么答应帮我开这几颗？你猜。万寿听令，请诸族相助，血会伏诛。今吾以扶桑神木作尔等安居之所，从此万族生息，永世太平。抱歉。老板，这个您收吗？这是我昨天搬家在旧箱子里找到的，好像是外婆那一代传下来的东西。这些竹简，你多少钱肯卖？老板，我给你带了灌汤包。这些木片是什么呀？你小心点，这可不是木片，而是竹简。啊？
这也是古董，上面的字儿都还能看清楚呢。在纸张发明前，古人会削制一些狭长的竹片来记录信息。竹简经过脱水处理后，雕刻在上面的文字，甚至能保存1000年。你听过万生录吗？没有。上古时期，舜帝为保护人族，将天下神兽封进一卷竹简，这就是那万生录初本。你不会又在唬我吧？我骗你做什么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是。天哪，哪来的怪物？走。兽首人身，微状如狗，实为环狗。恐怕他就是在半截竹简里跑出来的。那怎么办？跟我来。怪物不见了，他逃走了。环狗被封印1000年，法力所剩无几。这房间里的祭坛有封印作用，正好对付他。只是没想到，他居然还有余力逃脱。没想到那个书简居然这么值钱啊！这么多钱怎么不直接转账啊？都怪我，不小心弄断了竹简。断就断了，是他的命。神兽摆脱封印，要尽快把他们找回来。看来有的忙了。醒啦！是巫女，你这个骗子，居然还有脸出现！当初说什么只要接受封印，你就会来陪本大爷，可等了这么多年，你人呢？还以为你受伤了呢，居然这么精神。不过臭臭的可不行，你乖乖在这里等我一下哦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我什么都不要。这盒子能说话？手撒开！我最讨厌你这样的舔狗了。舔狗？什么舔狗？人间真是越来越陌生了。路上到处是钢铁怪，野生物种也异常凶猛。还有这些。这又是什么法器？救命啊！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人间变得好可怕。乖啦，一会儿就好。不要甩！好啦，你乖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这女人真的是当初那个巫女吗？巫女大人回来了，快来帮忙啊！巫女大人来了，走。这味道是血会伤了你。血会侵袭了北面的山头，
野兽们无家可归，下山作乱。你一个人去清除血秽，不要命了？青姐，我要联合各族，彻底消灭血秽。哼，你这畜生力气还挺大。巫女大人，这边，那头野猪把咱们的地全毁了。就是他，你看。谢谢你，穷奇。没你帮忙，今年冬天大家就难熬了。哼，这片森林可是本大爷的领地，岂容野兽撒野？穷奇，你真的不考虑来村子和大家一起住吗？不了，本大爷和你们这些弱小的人类合不来。穷奇，哎，你别过来啊！狡诈的巫女，你从以前就喜欢骗人。江江，可爱吧？绝对不是同一个人。以后，你就叫小白吧。什么？不能忍了！本大爷要离开这里。对了，我还准备了别的。等本大爷恢复法力，再来找你算账。小白，快来，姐姐给你做了好吃的。来啊！什么吃的？别急，别急。可怜的小白，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吧？本大爷不是故意的。真是的，不可以咬人啊！哎，本大爷的法力好像恢复了一点。小白，姐姐要出门买东西，你乖乖看家哦。要不，先留在这儿。啊！巫女，我好想你。乖狗狗，怎么弄得这么脏啊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好了，看你高兴的。冲啊！是第1号！蠢狗，臭狗，敢来本大爷的地盘！笑话，巫女的领地，不可以打架！臭狗，滚出去！不，该滚的是你！打架！大黑，安静！大黑，神兽环狗成了大黑。累死我了！小白，你也是，要和大黑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小白，小白是巫女给你取的名字吗？小白，笑什么笑？她根本不是巫女。胡说，她就是巫女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巫女，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你当初送我的耳环，我一直戴着。刚才我就奇怪了，这是你前主人留下的吗？看到了吧，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巫女骗了我们。老板，你怎么知道三青鸟在梧桐树上？三青鸟乃凤凰前身，凤栖梧桐，它自然在这里。这么乖巧的小鸟也要封印吗？要不我来养它吧？三青娇生惯养，你就是想养，它也不一定同意。也罢，但是三青，你得帮我一个忙。他的血果然有用，傻狗，该你了。你还在等什么？行了，走吧。怪狗又发狂了！救命啊！你就是黄狗。
冷静，他不是怪物，只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。欢狗，我们的村庄正在受到威胁，你愿意把你的力量借给我们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喂，别磨蹭了。13清，他让我们去找一个叫老板的人。我不喜欢那个人，他想封印我们。那可不行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自由。走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决定留下来陪他。什么？那你就留下来当你的忠犬吧，本大爷没兴趣当他的宠物。太爽了，终于自由了！秋琪，搞什么鬼？干嘛拦我？和我回去吧，我们一起留下来陪巫女吧。你有毛病啊！你要陪他拉着我干嘛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舔狗了。你不仅舔，还要带上我。穷奇，你独自一个人又能去哪里呢？留下来吧。穷奇，还狗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是那个要封印我们的家伙。哼，别怕，我们现在恢复了法力。你们肯定认识这个吧？师弟的一袭。既然认得，就该知道它的威力。跟我回去吧。回去？你是说再次封印我们吗？当年人间被血会侵袭，众生不得安宁。为了恢复秩序，人类与神兽合力消灭了血会。然而血会消失后，神兽受其戾气影响，与人类的冲突越来越多。舜帝为人间不再陷入战争，以伏羲印压制神兽戾气，将他们封入万生路。万生路内虽不如人间逍遥自在，但总好过再来一场大战。舜帝大人说，他会为你们开辟一个安居之处，只有人和神兽隔绝，悲剧才不会再次发生。要委屈你了，穷奇。没事儿，本大爷到哪儿都一样。而且你不是说过，伤好了就回来陪我吗？这一别也不知道是多久，抱歉。说什么安居之处？那个时候他就在骗我。你们人类真是撒谎成性。大黑，小白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大黑，小白，小白，你们在哪儿？当然，你们想留在那位身边也无妨，只要愿意起誓永远保护他，不再危害人间。我愿意。我被困在万生路1000年，都是因为太信任他。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比起你们神兽，人类是很脆弱的。也许所谓的欺骗都是不得已，也许你所在意的那个人，已经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你。这一别也不知道是多久，抱歉。不要再纠结于过去了。与其再被束缚1000年，大黑，不如你们在哪儿啊？大黑，大黑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小白呢？你看见小白了吗？别担心，我们一起去找他。比起永远，当下更重要。小白，路边发现个可怜的小家伙，是你丢的小猫吗？小白，小白，你吓死我了！以后不可以再乱跑了。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奇怪，我怎么又在雅舍里睡着了？之前发生了什么来着？
哎，老板，我们一起玩个游戏怎么样？不好，反正咱们在这等着也是等着，不如咱们来玩逛3元。怎么玩？很简单的，游戏规则就是我俩同时说今天我们逛3元什么园，然后另一个人就要说出跟这个园相关的东西才算符合。如果没有说出相应的东西，或者说的与园无关，那叫惩罚。说园的时候要快节奏，慢了也是算输哦。还有惩罚？没有惩罚，游戏就没意思了。好，我先来。今天我们逛3元什么园？古董园，于文静。黄粱。你慢了。这个园太少见了，再来。今天我们逛3元什么园？万生路园，雄奇。环。你又慢了。哪有？都说自己熟悉的领域这样的，这一点也不大众。我需要反应时间。你说过的，慢了也算输。行，那你要惩罚我什么？罚你好好睡一觉。啊？这也算惩罚？喂，老板，老板。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女孩子吗？没看见。谢谢您。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孩？她叫宁琪琪，穿着粉色卫衣，个子不高。没看到，我还有点事。结果那个人，琪琪，你在哪儿啊？别说吓人，别再死。哪儿躲躲？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？你还好吧？好多血！什么情况这是？没事吧？严重的样子。搞定。还好没伤到要害，休养几天就能拆线了。不过这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老板，你从哪儿捡来的？他昏倒在雅舍门口，恰好被我撞见。啊，这么近直接送医院嘛？每次都要我来讲。他的情况有些特殊。特殊？你该不会看上人家的玉坠了吧？看着也不像古董啊。这玉雕的确是现代工艺，但用的玉料却是水苍玉。玉雕讲究因材施艺，匠人在制作时要贴合玉料的大小、色泽、形态进行雕制。古书记载，水苍玉，玉色似水之苍而杂有纹。这种玉一般是古代官员的佩玉，对人的亲和性很强。而且这玉料，这里是。小哥，你别乱动，才缝好线。谢谢你救。你先好好休息。
都是男人，至于吗？我说过，情况特殊，对吧，姑娘？你怎么知道？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昨天我陪闺蜜到 KTV 过生日。西西今年一定摆脱单身，找个帅气的男朋友。因为喝太多，我中途上了个卫生间，没想到回来的时候走错包厢，我也不记得自己看到了什么。我恢复意识，发现自己倒在面前，而我变成了这个凶手。当时我真的好害怕，什么都顾不上就跑了出来。你说的凶手是这个人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悬疑小说家肖记，我们好几个同事都是你粉丝啊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一切都是因为你胸前的水苍玉。水苍玉亲和性太强，有时会吸收周围的强烈情感，让其以另外一种形式短暂停留。那我还能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吗？这2天我查查典籍，或许能找到办法。不过你现在状态不佳，最好能找个安全的地方休养。啊？又要我养？我上班去了，房间你随便用，不用客气。萧记，当下最热的悬疑小说家，这个挂坠到底怎么回事？太荒谬了，又不是写小说。嗨，你是萧记？对啊，倒是小姑娘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变成了我？我还想问呢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为什么在我身体里？等会儿，我是杀人凶手，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琪琪你和我一样失去了记忆。别叫得这么亲密，杀人凶手。一个大作家放着签售不去，专程跑 KTV 作案，你觉得合理吗？谁知道你有什么目的？要不我们去犯罪现场看看。走，我去商场逛逛。行，来，听说新开了一家奶茶特别好吃。我说琪琪，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我们是通缉犯，现在警察肯定满世界找我们。可是，这种程度的伪装，对我那些粉丝根本没用。你少自恋。你好，你是萧记大大吧？我是你的粉丝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哦，原来是粉丝啊！谢谢大大。奇怪，警方好像没有通缉我们。就说没必要伪装吧，我小说里写过，保持自然才是隐秘调查的秘诀。那你小说有没有写过，犯罪现场会被警方保护起来，无让进？你别笑了，你这是一点都不着急。急又不能解决问题，正门不行，可以绕后门试试吗？啊！哎，那女孩你认识？她叫洛佳，是我闺蜜。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找我。你在哪儿，琪琪？她还是你的粉丝呢。既然是我的粉丝，当时她怎么没认出我？其实这案子和我的小说很像。女白领为了和前男友永远在一起，听信了一个大师说的话，在出租屋杀害了前男友，用大师卖给她的宝石变成了对方的样子。据说这样可以让2人永远在一起。可惜宝石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她精神分裂的幻觉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场模仿犯罪，凶手很可能是我的粉丝。不可能，罗佳怎么会是凶手？怎么不可能？只有凶手才喜欢回到犯罪现场。那个，这是我们第2次见面了吧，萧记先生？哇，被发现了！别紧张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向您确认一点事情。我叫罗佳，是 KTV 那位受害者的朋友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当时萧先生也在包厢里吧？我不是凶手。
我知道你不是。那天晚上我到处都找不到琪琪，之后忽然停电，我看到一个人从包厢里跑了出来。后来我陪警方开了监控，可惜只留下了你离开包厢的影像。真的有另一个人？但如果他没有撒谎，情况对我们很不利。琪琪走后，我一直很自责，所以想试试能不能在附近找到那个凶手。罗家，我……萧季先生，麻烦跟我走一趟吧。感谢你的配合，相信案件很快会有进展。啊，实际上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了。手机记得一直保持开机状态。我这边还有事，就不送了。嗯，罗家，谢谢你。要不是有你作证，我不可能这么快洗清嫌疑。我只是想还琪琪一个真相，可惜还是没能在琪琪身体火化前找到凶手。火化？这么快？琪琪的爸妈比较传统，希望他能尽快入土为安。我们先出去吧。肖组长，你真的是凶手吗？假装失忆，是不是想逃避法律制裁？关于案件，相信警方会证明我的清白。发生这种事，我很遗憾。4天后，我会参加受害者的葬礼，希望这能抚平受害家庭的伤痛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别太伤心了。看见了吗？那是我爸和我妈，还有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放心，我们会给他们一个交代的。可这些都没有意义了，我不在了，甚至不能和他们告别。小姐，你小子在这儿呢。是他。我们来这边搞签售会，结果你人根本没来，害我等了大半天。你不觉得应该出来解释一下吗？不然我怎么在总编面前替你求情啊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没反应啊？别怕。你干嘛呢？怎么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啊？不对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出来啊，小季！你的编辑莎莎有印象吗？你出来啊！我们在现场提取到了她的指纹。开门呐！你不是应该对我言听计从的吗？并且在她家里发现了许多偷拍你的照片。开门呐！证据表明，她是你的狂热粉丝，极有可能因爱生恨，实施犯罪。莎莎，果然是你搞的鬼！你一切他说的错了，出来呀，小季！根据死者好友罗家的口供，死者与凶手并不相识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死者是误入了凶手行凶现场，才被凶手残忍杀害。出来呀！别动！靠起来！小季，你出来！你是属于我的。莎莎，你救我！你因涉嫌谋杀被捕了，请跟我们去警局接受调查。谢谢你，肖警官。莎莎，你说的他是谁？还有这挂坠，也不是我的东西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都是骗我的。那个人明明说，只要使用这个吊坠，在他生命消失之际，给他戴上水苍玉，你就能和他永远在一起了。都是骗我的。带走，走。终于结束了，小季，谢谢你陪我完成这一切，这也是我的心愿。水苍玉的力量即将消失，你们是时候做出选择了。亚瑟老板说，我只是被水苍玉变化而成，短暂的替代你的存在。明天你就会恢复正常，可惜我的生日愿望来
不及实现了。我来做你男朋友吧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哼。游乐园，我来了。真美啊，游乐园，开心吗？我们待会儿去哪儿啊？我想想啊，还有碰碰车、海盗船、旋转木马。啊，对了，听说晚上有烟花，我想看。啊，怎么停下来了？摩天轮上的乘客请不要惊慌，维修人员很快就到。我还真是倒霉啊，去 KTV 被卷入命案。第一次约会就遇到这种事，算了，就到这儿吧。谢谢你容忍我的任性，是时候把一切都还给你了，小姐。有你陪伴的这一天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别哭啊，傻丫头。今天我可是你男朋友，哪有人约会把女孩弄哭的？而且，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。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大明星，写出最完美的作品，被所有人追捧。可惜，现实里没有完美犯罪，我也只是个普通人，会开心，会难过，也会因为一个女孩的眼泪扣减信心。以后。你就成为我，好好活下去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这个大骗子！老板，我给你带了小笼包。哦，你居然也会看杂志啊？哎，这不是上次那个作家吗？他转行当编辑了。人只有放下过去，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但对他来说，这或许是更为艰难的路。小肖，来一下。这女孩是咱们最近力推的新人作者，指名要你当责编。好的，他人来了吗？来了，会议室等着你呢。您好，我是编辑部的肖记，听闻您指名要我当责编。小姐，你好，我叫……雅舍的东西不讲价格，只讲缘分。如果有缘，送给你也无妨。我平日里说话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学得像吗？不像，都是我学得很像，好不好？老板，你也来学学我。我为何要学？老板，你记得吗？我加班帮你救人，还挨了一掌，现在脸都还有点痛痛的。这么近直接送医院，每次都要我来加班。老板，你还记得呢？我那只是随口一说，不是你想的。悬疑小说家肖记，我们好几个同事都是你粉丝。停！哎，老板，我承认你记忆力很好，但这些细节也不用记得这么清楚。我学得如何？老板简直就是学习能力超强、记忆力超好的人。走吧，吃宵夜。这也是学我的吗？这句还挺像的。我说真的。那我要吃小笼包，要吃2笼。
皇后失序，过于污处，不可成天命。皇后娘娘呢？皇后娘娘，其上喜寿。就是。罢，退居冷宫。万一她发疯惊扰了陛下，我们都要被处死。别说了，快找吧。夜漫漫，其若虽醒，怀郁郁，岂不可再歌？且人且此悲喜，9年岁而我看望，这出戏是该落幕。娘娘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娘娘！才吃2口就不吃了？我吃不惯西餐。朋友送的开业优惠券是必须2人使用，因为我愿意拽你来啊。哇，好帅啊！哪儿呢？早知道给你出门这么瞩目，我就自己来了。哪个呀？就那个黑头发的男生，你看。你难道就没人陪吗？真可怜。我那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哪有时间交女朋友？而且谈恋爱很麻烦的。不信，你看那对情侣，女生笑得那么甜，男生却一脸烦躁，他们8成要分手。不会吧？我乌鸦嘴了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别一直看了，多不礼貌啊！给你个英雄救美的机会。啊，那位小姐可能遇上麻烦了。小姐，还要继续用餐吗？不了。请问结账是现金还是扫码？我来吧，扫码。很不好意思，我会还给你的。谢谢你们，我会还钱的。那点小钱不用在意了。你也别哭了，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下一个更好。不可能的，没有人会比阿西对我还好。为什么？已经10几年了，为什么就是不能再哄哄我呢？装的也行。我可以变化成你心爱之人，你要试吗？老板，你这个木偶可以卖给我吗？你当真要吗？肯定是我太伤心了，没想到老板把你送给了我。不过，那时是幻听吗？说能变化成我心爱的人。说起来，你还真的有点像阿西呢。啊！莹莹，怎么这副表情啊？不想看到我吗？阿西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，阿西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。老板，你这次送出去的木偶又有什么故事啊？想听吗？那就要从2000年前说起了。有一位被皇帝冷落的皇后，她每天都盛装打扮，等候皇帝到来。可皇帝有了新欢，
再也不来见他。于是，他就雕了一个像皇帝的木偶，来陪伴自己。皇后命人从海外运来最上等的桐木，耗时3个月，才从雏形雕出精细的模样。最后上漆穿印，做出形神俱备的木偶。你跟他真像。谁也不知道，皇后在漫长的等待中，早就疯了。不准笑，他是一国之君，不会笑得这样谄媚。坐直了。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，非报也，永亦为好也。永以为好也。你根本就不是他，不是他。霓裳姐姐，看朕给你送什么来了？是九子金铃。不错，你听着铃声，像不像朕身上的环佩之声？这铃声陪伴着霓裳姐姐，就像朕陪伴着你一样。果真一模一样。来人，将这串九子金铃挂在屋檐下。陛下，今天也不来。你们都给本宫滚下去！霓裳姐姐，今日正事繁忙，耽搁了一点时间，让你久等了。你是说，那个木偶会让人产生幻觉？阿西，你记不记得这条裙子是你送我的成年礼物？我记得，我还送了你一条项链，你还戴着吗？你送我的东西，我肯定会一直带着呀。但是我送你的东西又不见你带，你是说这个吗？你什么时候带上的？不是你亲手帮我戴上的吗？是啊。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晰地辨别真假。这么幼稚的东西谁戴啊？可怜的莹莹，不要怕。妍妍，你怎么啦？你好久没来上课了。啊？有我在你身边，你不用为这些事烦心，你只要开心就好。阿西，你太厉害了！莹莹，你在做什么菜？先保密。啊！阿西，总觉得现在的幸福好不真实，甚至有些害怕。你是我唯一的爱人，我对你好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我们一定会幸福的，对吗？当然，没错，你只要看着我就好。这一次，我不会重蹈覆辙。为什么想扔掉我？自欺欺人我已经受够了，你以后不要再出现了。可是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。你只是一个木偶，只是我看到的幻觉，幻觉只是幻觉，没有任何作用。是我扮的不够像吗？你从我的记忆里看到的他，不过15岁，可如今的他，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。这些年来，你扮演15岁的他，不过是在提醒我，他早就不会来看我了。我可以改，
不，这不可以，这不必了。假的，始终是假的。皇后失序，过于巫祝，不可成天命。其上喜寿，罢，退居冷宫。一成，一成，一成，不要做傻事。这出戏是该落幕了。一成！莹莹，不是说了有我在，你不用看那些伤神了吗？阿西，你看，明天能出来谈谈吗？不行，姐等你。木西哥发我消息了，终于要和好了。好的，我也想和你聊聊。我去前面那家看看。行。走。哎，听说这家店的东西很好吃。哎，你走路不看路？我没来过，但是为什么要去见他？明明你跟我在一起更开心啊。虽然是这样，但你毕竟是我许愿来的虚拟男友，不是真的呀。所以还是假的。阿西，墨西哥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扮演的再好一些，宁常会不会更开心？如果我可以彻底取代他，宁常会不会不用死？宁常，裴毅，让你痛苦的人马上就会消失了，以后都会是快乐。为什么你们宁愿死亡，也要选择那个让你们痛苦的人？皇后失序，过于巫祝，不可成天命。其实他错了，皇后用瞳目雕琢了我，每一刀都倾注思念和爱意。这样形成的我，不存在任何诅咒和恶意。你看。那些刻痕一直没有停止，原来这就是爱吗？莹莹，莹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莹莹，我那天说的是气话，你原谅我。还没有下一个。刚刚没事吧？是谁救了我们？这也太可怕了！是车祸吗？哎，听说是刹车没刹住啊。啊！哎，这个人偶怎么还回来了？还裂了。
那个女生没有好好保存？是车祸。啊？什么情况？人没事，只是这个铜木偶裂了。真可惜。是啊，这道裂痕太深，已经无法修补。不过他的心愿，我会帮他完成。什么？什么心愿？给我也讲讲呗。我不知道啊，哎呀，你得查一下。这个是，这个确实挺好看。我以前听说过这个。霓裳，如果我们还能再见面的话，请记得叫我的名字，鸦生。童木偶明知道注定没有结局，却依然甘愿付出一切。老板，你说，到底什么是爱？爱分很多种。如果你是问我这算不算爱，我的回答是，算。那你活了这么久，见过最完美的爱是什么样的呢？世人皆求完美的爱，却总忽略有爱故生忧，有爱故生怖。这本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。哦，可是老板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到底什么才是爱？两情相悦即可为爱，爱者心意相通。一方有情亦可为爱，爱者想他所想，求他所求。爱听起来好高深的样子，有没有简单来说？爱从来都不简单。啊，老板，我懂了。哦，你倒说说看。简单来说就是，爱是由我而形成的，只要我想爱就可以爱，重点在于我怎么去爱。你很聪明。我可是宇宙无敌聪明的存在，老板，你可不要小瞧我了哟。算吧。什么叫算吧？老板，你说清楚。哎，喂，老板。于老板，我来取之前订的花。欢迎光临，是这束吧？多谢。客人，您的东西掉了。看来，你就是他的有缘人。他来自2000多年以前，可正与天灾并存的大清末年，是一颗特别的种子。送给你了。他已经等了太久，试试种下它吧。1000年前的种子，它还能发芽吗？好黑啊！我在哪儿？感觉没办法呼吸了。多喝点水，早点发芽吧。好温暖。
没有骗我，这真的是最特别的种子，已经7年了，你终于发芽了。我身体怎么变小了？这是在哪里呀？你还会说话呀？这里是象家坝，我叫象山。象山？和那个有名的霸王同名。我在做梦吗？你呢？可有名字？我姓于。等等，我叫于翠，翠写作山族。我的名字就好像要咒他死一样。于，既然姑娘姓于，那我管你叫于娘可好？这就是我和象山的初遇。他说我是一颗特别的种子，种了7年才看到我发芽，所以我能和他对话，他一点也不奇怪。不过其他人看不见我。小山，今天去学堂怎么又迟到了？不学文武，只爱摆弄些花花草草，真是丢我们项家的脸。哎呀，叔父，这是一盆特殊的花种。什么特殊的花种？天天抱一培土当个宝似的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叔父，学文不过能记住姓名，学武不过能以一敌百。山要学，便学万人敌。你，如果你有这样的志向，倒也不错。不过这世道瞬息万变，如果有一天发生意外，你可要好好担起责任来。放心吧，叔父。身为将军家的后代，象山真的很不一样。他与历史上的象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老实点，放开我！别动！你这小毛孩力气倒是挺大，居然想凭一己之力为这些刁民出头，真是可笑。口口声声说没有粮食，结果还不是被我搜出来了。女睡不纳者，重罪责罚。饶命！饶命啊，大人！这些粮食都是村民们明年用来播种的种子，你收走了，让他们明年怎么办？既然如此，我倒是有个好法子。交不上粮食的，都给我抓去服徭役，免了你们的罪。不用交税还能免受处罚，这可真是个美差呀！你这狗官！辱骂朝廷命官，来人呐，给我打！是。叔父，大人，是老臣教导无方，让侄儿冲撞了你，还请大人息怒。原来是项老将军的侄儿，难怪如此放肆无礼。罢了，不过项将军来得正好，这赋税就劳烦你替本官收齐了。别怪老夫不提醒，如若不足，可就算谋反了。大胆！大人们，本官可是大清皇帝派来的使臣，你想谋反吗呀？大清皇帝又怎么样？必可取而代之。对呀，说得好，这些狗官，跟他们拼了！如今皇帝失德，天下有志之人，皆有责任取而代之。既然大人说我们谋反，如此，我项家便是反了。反了！山势必追随叔父。果真是那个霸王象山。
芸娘，山，你回来了。先别靠近我，我手上沾满了血污，我先洗干净。山，你受伤了？这个不碍事，小伤而已。大部分其实是敌人的血，别担心。明日我们启程，路途艰险，可能还会遇到沙尘暴，但是我会保护好你的。都跟上！大家再坚持一下！然而，我们已经看得到大庆国都了。哼，新皇暴政，惹得各地纷纷起义。现在啊，大家都盯着那边，就看鹿死谁手了。有叔父在，我们项家军战无不胜。在战场上，你可不要如此狂妄轻敌啊！山，我们一定要去王都吗？无法避免，百姓都渴望尽早结束战争。我们会建立一个和平的时代。芸娘，到时候我就把你种在王都最大的宫殿里面，天天派专人照顾你。在那儿，一定会开出最美的花。要想到达王都，那就是最后的隘口。然而，敌众我寡，唯靠智取方能取胜。你带100名铁骑从敌人后方造成骚动，扰乱敌方阵型。出此带兵，万事要小心呐。大人，清军人太多了，顶不住了！没到定胜负的时候，给我挺住！少将军，杀了！快看，什么？城池失守了！做得好，将士们！敌人军心已乱，一举击溃他们！后方失守，我们会被前后夹击的，怎么办？怯战者，杀无赦！给我冲！好小子，不愧是我项家的好男儿。此战大胜，多亏你用计扰乱敌方军心。来，喝酒，不醉不归。芸娘，好好喝呀！起飞了，喝不上酒，又睡着了。骗你的啦！帅，恭喜你啊，你好厉害！我开始喝醉了，我还想说，明日带你去见一个人呢。好好睡吧。好久不见，小将军。你记得我？那你还记得当年送我的那枚花种吗？自然，这花需要用心培育才会成长。你这盆竟然快接近开花，可见你照顾得很好。这个人，不就是之前送我种子的客人吗？喂，你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喂！其实，我正是为了这朵花而来，有件事想请教你。你想问，此花何时盛开？是，芸娘多年没有变化了。人有命，花有期。你可想过，天地为何有时节？花期之后，自然是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开花了。芸娘，不如就像现在这样，留在我身边，可好？啊，这乃是我能控制的。山好像出事儿了，
是我们离市据点的方向。少将军回来了，快开门！怎么会有敌袭？叔父呢？禀告少将军，老将军为了抵御敌袭，身受重伤，恐怕……老将军的伤，恐怕已经回天乏术，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叔父，少将军，我们暂时守住了城门，但被秦军包围，我们的粮草也只够3日。他们是想等我们自行溃散，再来个瓮中捉鳖。老将军已经阵亡了，我们山，叔父大人的愿望是什么？杀了狗皇帝，灭了大秦。那就去完成他的愿望吧。上将军何在？靖王暴政，天下民不聊生。叔父已经阵亡，但项家还有我。香山发誓，必击溃秦军，杀了狗皇帝，为老将军报仇。对，报仇！报仇！如今已经退无可退，即刻准备众人，吃饱喝足后烧掉粮仓，随我冲锋！之后，象山成了真正的霸王，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却被他留在了宫中。为什么留我一个人？我想跟你待在一起。战场危险，我已经失去了束缚，你就留在此处吧。那，你又为什么躲着我？至少让我见你一面。我身上沾满了血污，下次吧，月娘。主公，新的战报到了。山，我觉得离他越来越远，再也不见那个温和的青年，只有血腥萦绕的杀神。不要！最终，他完成了叔父的愿望，一切都在往他所期盼的方向发展。但我待在这里，只觉得寒冷。好久都没有见到象山了。今日项王大胜，大家不醉不归啊！项王，军中习作必须严惩。听说最近前线冲突，我军好像败了，不是吧？怎么办？敌军就到城里了！快跑！现在还来得及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月娘，我带你回家。
已经拜托了船家，等你过了岸，他会把你种在我们的家乡。你呢？你不过江了？我要战至最后。芸娘，你先走吧。你为什么总是这样？不问我的意见？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安全的待在宫中？你又怎么知道我真的想要离开你，独自苟活？小然，很久以前你问过我的名字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现在你听好了，我姓羽，名翠，上山下族。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我对你的诅咒，但现在我明白，这是命中注定。我会羽山共存亡。芸娘，他在那儿，找到下山了。扔下我吧，我只为你而开。既然如此，芸娘，我们一起吧。芸娘，你果然盛开出了最美的花。我是因你而发芽，也只为你一人开花。谢谢你，芸娘。人有命，花有期。我为你开花，也为你花落。种子开花了。楚歌声唱罢途空，生许相从死亦从。老板，哇，哪来的花呀？之前去过的花店，最近有了新品种。客人，您的花苞好了。啊，谢谢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这里还招人吗？世人都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次我肯定能种出虞美人那样好看的花来。哎，阿帕奇，别捣乱！我刚种的花，我要来抓你了，阿帕奇！被我抓到，只能待在笼子里了。老板，你就任由阿帕奇霍霍你的古董店，还有我的花。我店内设有几处机关，若是不小心碰到，即刻就会被困在其中，之后1000年无法动弹。可想看？这些机关这么厉害，快打开看看。阿帕奇怎么一下子安静了？估计他也很期待看看这些机关。那快让我们见识见识。阿帕奇，你从哪里窜出来的？哎，你别抓老板的鞋！哎，别跑！又跑没影儿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把店里搞得乱糟糟的。阿帕奇平时很乖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次那么不听话。说不定是他不喜欢这里。怎么会？
我就觉得雅舍挺好的，我很喜欢。老板，我问你啊，狗会汪汪汪，猫会喵喵喵，鸡会什么？幼稚。不对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咕咕咕。鸡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真幼稚。哎呀，来一起笑一下嘛，老板。那你的花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因为春去春会来，藕花谢花会再开。老板，要不你来帮我一起重新种吧？好。小相公，小相公，相公，是给我的。原来是在做梦啊！我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老板，我从老家给你带了很多特产，很好吃哦，你快尝尝。你是不是带的太多了？我可以一起吃嘛。雄黄。这不是我带的特产，是我刚刚在路上碰到一个和尚。施主且留步，看你气色晦暗，印堂发黑，恐大祸将至。贫僧赠你一包雄黄，保你平安。老板，你说奇不奇怪？雄黄怎么保平安？防蛇吗？拜托，这个蛇都在冬眠，好吧？不过说来也巧，我的长辈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孩子，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摘下这块长命锁。为什么呀？你呀，在24岁那年会有一场生死大劫，带着这块长命锁才能保平安。可我马上就要25岁了，也没见着有什么事儿啊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呢？那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呗。你是不是奇怪我不信诅咒却带着这个长命锁？因为这是我妈妈的遗物，我带着它也不过是带着一份祝福。老板，你脖子没事。好长的伤痕。除了那包雄黄，你还有没有收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啊？比如一把伞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从老家翻出了这把雪白的油纸伞，漂亮吧？怎么了？这伞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普通的油纸伞，而是白蛇伞。白蛇伞什么意思啊？你听过白蛇的传说吗？听过呀，修炼千年的蛇妖与人类书上的爱情故事吗？你别告诉我这是他们结缘的那把伞。就算传说是真的，这伞这么新，也不可能是1000年前的东西吧？非也。古时候要制成一把油纸伞，
前后要经历72个步骤。这把伞整体严丝合缝，没有一点现代工艺的迹象，确实是古代的东西。只是用的材质非比寻常，所以过了1000年，依旧如新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会有美女蛇主动来当我女朋友？恩公，若是好事，怎会有和尚无缘无故送你雄黄？什么意思？那不雄黄跟这有关系？白蛇真正的结局并不浪漫。那个声称爱她的男人，娘子，在端午那天骗她喝下雄黄酒，导致她法力大减，被镇压千年。啊，这个版本的白蛇也太惨了吧！这1000年间，白蛇受怨气蒙蔽，失去了理智，只知道负心人是这伞的主人，谁打开了伞，谁就是伞主人。他现在是回来报仇的。什么？老板，你开玩笑的吧？不过幸好除妖师对他下了咒旨，让他不能忘害生命，但一切孽缘都是因为那一次借伞导致。因此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把手中的伞借给任何人。还在下雨。白蛇已经盯上你了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再过2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不会真的要出事吧？下班了还不去吃饭？是你啊，春哥，吓我一跳。他找我干嘛？这不是要陪主任到分院开会吗？你帮我把这些表填了哈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啊，对了，伞借我一下。啊！现在这把伞已经是你的护身屏障了，如果你主动抛弃它，白蛇就能伤害到你。就是说，我不能主动把伞借出去？白蛇千变万化，你谁都不能相信。不行，不能借你，我一会儿出去还要用。小气鬼，真是没良心！算了，我打车去。抱歉了，就当我是神经过敏吧。表哥。学长，你的文件啊，叶浅浅，你还没下班啊？谢谢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他今天怪好看的，而且还叫我学长。平时不是一直叫师哥吗？雨好像下大了。学长，我忘了带伞。能不能借你的用一下？对不起啊，小叶，这伞也是我跟别人借的。这样啊，反正我就住在龙腾小区，挺近的，跑回去算了。小叶，你怎么咳嗽了？感冒了吗？扁桃体发炎而已，已经好了。还咳着就不要乱来了，等雨停了。那我送你回去吧，反正也不远。那就麻烦学长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学长很受欢迎的嘛。没有，我老单身狗了。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突然握我的手？学长，你累了吧？不如我来撑伞。不用了，我来撑就好。你看，你家是不是到了？是到了。辛苦学长了。嘿嘿，用同一把伞就不算借伞，我真聪明。不过，女
孩子的手在冬天都会这么冰吗？哎，师哥，过来吃点吧。啊，小叶，你怎么那么快又回院里来了？啊，我一直在手术室里啊。我刚才送回家的。是。官人，你逃不掉的。老板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？小伙子，这家店的老板还没回来。馆长，你也来找老板？是啊，我前天给他送了个乌金鼎，然后他就送客关门了。我还想问他那个鼎有什么蹊跷呢。这么说，你也不知道老板去哪儿了？啊，哎呀，既然他不在啊，我改天再来吧。嗯。我的伞，小伙子，能不能借你？欢迎下次光临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下雨了。过来。喂，春哥。哎，兄弟，你明天25岁生日，我订了个轰趴馆陪你跨0点庆生，够意思吧？让你第一时间收到生日祝福。哎，对了，叫上老板一起啊。喂，先取消吧，我有点事。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是不是要跟老板单独去吃烛光晚餐？都不知道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呢。啊，老板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被白蛇缠上了，他居然变成我身边的人来骗我。是吗？你很怕他吗？当然了，那可是千年蛇妖啊，谁不怕？哎，不过你回来我就放心了。你想让他生死道消吗？也不用那么惨了，只要他不找我报仇就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没吃早饭。我也没有。伞给我，我去买点吃的。哦，好。谢谢。不对，你不是。你起雾了，怎么回事？1000年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得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蛇妖！官人，你为何要害我？上师，真的有蛇妖啊！我是欺瞒在先不从，但你我夫妻恩爱多年，可有假？若是不假，你为何伙同楚药师骗我英雄皇上？若是不假，你为何要叫我把你收服？你怎么会经历这些？星星之态令人作呕。今日也是你的死期。原来我24岁，真的有生死大劫。白鹿，放。你为何要来拦我？既然你记得我，那你又怎会认错他？把伞还我！是我的。得尽快让他冷静下来。
差一点，我变成化龙了。情劫难渡，但白鹿，再用一天，你就能得到解脱，不必在世间游荡。先等等，白鹿姑娘，三里有封书信，看，我读给你听。白鹿，当你听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已是一抔黄土。那一年端午时节，我受除妖师蒙蔽，以为娘子被蛇妖附身，才背下那壶雄黄酒。我满心以为，只要除去蛇妖，自可保娘子无虞。待我醒悟之时，为时已晚。更想不到，除妖师竟将你扒皮抽骨，镇压在佛塔下。我侍奉在佛塔前，几十年后才有机会将伞带出。但娘子神魂早已不复，我悔之晚矣。此后余生，我终日对着那古雨皮浑浑度日，最终将其制成了油纸伞。时常会回忆起曾经，娘子所历苦楚皆因我而起。我无能与你感同身受，更无颜奢求你的原谅。若娘子能前来索命，我的心也能安稳下。今日长觉昏沉乏力，想必是大限将至。娘子，我有负于你，只怕还有来生。我愿偿还所有罪孽。那个书生在几百年前就去世了，这应该是他留下的遗书。死了！荒唐！偿还罪孽，你偿还得起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相信呢？不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不管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找到你，当面问清楚。哦，抱歉，险些伤及无辜。哦，我没事。伞给我。哦，这把伞本就是你的，自该交还于你。多谢，弄破了你的赤龙符，真是抱歉。你之后作何打算？我会继续寻找他，但从今往后，这把伞掌握在我的手中，必不会再失去理智。也好。那位，便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人吗？嗯。可惜帮不上你，我的时辰到了。你们以前认识？你有什么事要人家帮忙的？他曾经是我师父养的药蛇，原本只差一步就能化龙，可惜了。回来了。那个白鹿他走了吗？嗯。老板，你受了伤，走，我带你去做检查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真的吗？我不要紧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老板，我的世界观崩塌了。怎么了？书生害了白鹿，还将他剥皮抽骨。传说中美好的爱情，怎么变成恐怖故事了？是吗？可我知晓的故事版本，一直是这样。什
什么？不应该是西湖美景三月天，春雨如酒，柳如烟吗？啊，老板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。或许不是童年的缘故，而是现实与记忆总有些这样那样的差别。自己的记忆还能和现实有出入吗？我不相信。喂，春哥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起看新年烟火？我们两个人看着烟花绽放，触景生情，哭得不能自已。什么？春哥说他只是傻眼，从来没触景生情过，合着只有我在自我感动？无妨，根据所思所想加工自己的记忆，这是人性的本能。你还记得有一个类似的心理学概念吗？曼德拉效应。人们有时候会对某一事件出现与事实不符的虚假记忆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曼德拉效应。是啊，记住美好的瞬间，忘掉回忆中的瑕疵，这也是人性的本能吧？哦，你有什么想要记住或忘掉的东西吗？当然有了。刚刚那巨蛇直愣愣地朝我冲过来，实在太可怕了，就忘掉。不过看到老板跳出来救我，还挺感动的。这一段就勉为其难的记住吧。干嘛？我可是在夸老板呢。走吧，回雅舍。